他曾经是七国最耀眼的骑士，金袍、金发、金剑。他是国王身边的御林铁卫，精英中的精英，连命运似乎都在偏爱他。可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力量、声望、天赋与美貌的男人，却注定活在3个字的阴影之下：弑君者。他杀死了蜂王，却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他一生渴望荣誉，却只能被羞耻所吞噬。他努力成为别人期待的英雄，却始终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欢迎来到心理尽头，这一集我们要走进詹姆·兰尼斯特的内心迷宫。在《权力的游戏》中，詹姆是最早被误解的角色之一。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自恋、痞气、冷血的兰尼斯特贵公子，但他的真实人格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巨大的角色冲突当中。作为长子，他必须成为父亲泰温的完美继承者，但事实是他早早就失去了继承家业的资格，因为他是御林铁卫，他发誓终身不婚不育，他必须成为国王的忠诚骑士。而作为骑士，他又必须体现荣誉、勇气和信念，但同时作为瑟西的爱人，他必须成为一个秘密中的人。身份越多，内心越破碎。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无法在多重身份中找到真实自我时，他就会发展出防御性的第二人格。詹姆的第二人格就是傲慢、嘲讽、冷漠，不在乎任何人。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而是因为他太在乎、太敏感、太容易受伤。一个人的傲慢往往是保护那个脆弱自我的盔甲，但詹姆的傲慢并不全是因为骄傲，而是为了遮盖一个极深的伤。他渴望得到真正的爱和关怀，但他从小到大从来都没得到过。他渴望被证明是个好人，但所有人都说他是弑君者。荣誉对别人来说或许是荣耀，但对他来说，那却是一座监狱。詹姆人生的转折点始于和塔斯岛的女战士布雷尼的旅程，并且在他失去右手的那一刻真正的爆发。在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程中，詹姆在一个女人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忠诚、坚毅、忍耐和勇敢。那是他从10几岁成为最年轻的御林铁卫的时候起，就铭刻在自己内心的真正的骑士精神。这股情感在詹姆的内心慢慢弥漫开来，以至于当他看到布雷尼遭到羞辱的时候，不自觉地出手相助，用一个谎言救下了布雷尼。为此，他失去了自己的右手。与其说那是右手，不如说那是他的天赋，他的尊严，他一直以来的身份。当那只挥舞金剑的手从身体上被砍下来的一瞬间，詹姆的心也开始随之塌陷。心理学中这被叫做人格解离，詹姆变成了一个对自己来说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还是詹姆，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骑士了，在事实上也丧失了作为御林铁卫的资格，因为他连剑都拿不稳了。一个人的意义系统被瞬间摧毁。失去右手之前，他的人格是骑士詹姆；失去右手之后，他不得不问自己，如果我不能再挥剑了，那我还能是谁呢？这正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从未真正成长过的男人，在那段旅程中第一次开始生成自我。他开始承认羞耻，他开始承认恐惧，他开始讲述杀死蜂王的真相。他和布雷尼之间也变成了过命的交情。最明显的证据就在于，在他被砍断了手之后，布雷尼斥责他，这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当他与布雷尼分开之后，又重新折返，带着伤残的右手从熊的利爪之下救出了布雷尼。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剑和盔甲来证明自己。他爱上的并不是布雷尼，而是他在布雷尼身上看到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是的，布雷尼是他人生的镜子，他让他看到荣誉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活出来的。也因此，在心理学上，布雷尼代表了詹姆的自信原型，是他压抑一生的真实与善良的象征。通过他找回了自己。许多观众都热衷于讨论詹姆到底有没有爱上布雷尼。明明他获得了成长，明明他变得更好了，明明他在抗击夜王的战斗中找回了更真实的自己，但却在最后一刻还是回到了瑟西的身边。很多观众都会谩骂编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詹姆最真实、最无奈，也是最悲剧的人生。我们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自己的阴影，但最终还是会被它所吞没。包括瑟西在内的整个兰尼斯特家族就是詹姆的阴影。瑟西是詹姆无法被允许的欲望，它是他童年唯一的依恋，它也是他羞耻心的起源，它是他公开身份上的永恒的伤口，但它也是他最深的爱。其实詹姆对瑟西的感情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是一种情感绑缚，心理学上称之为依恋的倒错。詹姆是兰尼斯特家的长子，在电视剧情节当中的早期，詹姆曾经与父亲泰温有过一次对话。泰温说，所有的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唯有兰尼斯特这个姓氏会传承下去。泰温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将家族荣耀和地位传承下去这件事上，忽略了对自己3个孩子的教养。他不喜欢小儿子提利昂，因为他是个侏儒，并且他的出生使母亲难产而死。他甚至希望把提利昂送去当守夜人。他把女儿瑟西当作政治婚姻的重要筹码，把她嫁给了老国王劳勃。而他的大儿子詹姆10几岁就成了御林铁卫。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詹姆虽然生得英俊潇洒，一头家族特色的飘逸金发，一手高超的剑术，却从小都没有得到过母爱。在他的童年，唯一能够接触得到的可以值得信赖的女性，就是姐姐瑟西。从来都没有人教过詹姆要怎样和女孩子交流情感，要怎样与女孩子相处。甚至在10几岁的年纪，在那个最容易对同龄的女子产生倾慕情感的年纪，他却成为了御林铁卫，发誓不婚不育，一生只守卫国王。兰尼斯特3姐弟从小缺失了母爱，我们又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没有能够从泰温那里得到足够的父爱。心理学家林赛·吉布森在他的《不成熟的父母》一书中提出，当一个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在无法给他们的孩子足够的注意力或爱的时候，孩子们会扮演一个角色型自我的特殊家庭角色，来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可能的关注。这样的孩子会深刻地相信，唯一能让自己被注意到的方法，就是摆脱那个真实的自我，
好好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那个角色。在三姐弟当中，詹姆就同时扮演了好几个角色性自我。他在父亲面前承担起了那个完美的兰尼斯特的形象，他在瑟西面前承担起了一部分父亲的角色，同时也从瑟西那里获得到了缺失的一部分母爱和来自异性的关怀。他在提利昂面前又同时扮演了父亲与兄长的角色。在所有的人都在厌恶或是利用小恶魔提利昂的时候，只有詹姆把这个侏儒弟弟当作自己的家人去照顾。没有人教过詹姆要怎样去爱另一个人，他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得到父亲泰温的认可，活成泰温希望的样子。而来自塔斯岛的女战士布雷尼，或许是詹姆这一生当中除了瑟西之外唯一一个有过长时间接触并且产生了过命的交情的同龄女子。当詹姆在林东城的那一晚用自己的剑册封布雷尼的时候，那一刻其实他正在内心深处试着去肯定那个真实的自我。所以詹姆在最后一刻回到瑟西那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成长，而是因为他的这段成长并不足以治愈他童年形成的情感伤口。当他在君临城外答应小恶魔提利昂敲响全城的钟声时，他又回到了那个要好好的照顾弟弟的兄长角色当中。当他在倒塌的红宝下紧紧抓住哭泣的瑟西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给瑟西充当父亲的角色中去。在三姐弟当中，只有他忠诚地听从了父亲泰温的话，拼尽一切要将兰尼斯特的姓氏好好传承下去。詹姆在自己的内心走了很远，但始终没有力量完全成为自己。他的悲剧不是选择了瑟西，而是他从未真正选择过自己。或许只有在孤身北上前往林东城，与大家一起抗击夜王的那段短暂的日子里，他真正地活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詹姆是《权力的游戏》里最像我们的人物，我们努力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却不知不觉迷失了自己。我们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摆脱过去，但内心深处的阴影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消失。我们渴望被爱，却常常抱紧让我们受伤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失去手，也可以失去荣誉，但最难的是不再做那个被过去绑住的自己。愿我们都能像詹姆努力过的那样，在被世界误解的时候仍然选择真实，在与自我挣扎的时候仍然选择前行，在感受到内心的拉扯的时候仍然能够记得自己是谁。感谢收看本期心理镜头，下一集我们将继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出现的人物和故事。欢迎订阅分享，继续与我一起探索人性深处的光与影。